月展期间，我们也去了卡里国内总代理的展位啊，看到了今年上市的 LP-E1F， 现在还挺火的。有蓝牙的砖面监听不多，前面板带触控键的就只有 LP-E1F 了。另外展位上还有用 IN8 和 LP6 搭的一套全景声系统，跟去年一样。本来以为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了，结果展会一结束，卡里马上就发布了3款新品。第一款是白色版本的 LP-E1F， 挺漂亮的。现在很多监听音箱都有白色版本，不过大家要考虑一下自己工作室的装修是不是匹配白色的音箱。第二款新品是 LP 系列和 IN 系列的灰色版本，这应该是学习真力的啊，因为真力的主要型号其实是灰色的嘛，当然也有白色和纯黑色的版本。那卡里的灰色款看起来只是比黑色淡一点点，这会更加耐脏，因为如果有灰尘的话，黑色箱体是比较明显的。如果你不想选择常规的黑色，又不喜欢高调的白色，那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灰色的版本。第3个新品就厉害了呀，去年我们报道过卡里的高端无源音箱 SM5C， 那当时我们说它在年内可能会推出有源版，而且直接就叫 SM5， 现在它来了。由于这里不是评测啊，我们列个表简单讲一下。对比同样是同轴3分频的 IN5， 那原始的频率响应和准确度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但声压级提升了2 dB， 这可能是因为它的高音头改用了更耐噪的金属单元的，同时它的低频失真也明显的下降，这是因为他们加入了叫做 Shooting Ring 的结构，那国内也叫短路环，这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，可以减少低音单元的磁路失真。那大家百度一下会有很多资料，这里也不讲了。功率方面也比 IN5 提升了不少啊，225瓦的低类功放。那由于同样是 Charlis 大神设计呢，所以它身上很明显会有很多 JBL 的影子，包括背面板的这个大旋钮和 JBL 7系列是很接近的，但又有很明显的真力的特点。那比如说超大的圆形波导，还有无边的同轴单元。那中音单元边上的这个胶圈是很小的，不会影响到高频的扩散。录入接口有 XLR Combo 还有 AES 的输入输出，控制接口和真力一样都是网线。独创的地方是前面板还有个 USB 接口，你可以用电脑设置好参数，再导入到音箱里边。关键的地方当然就是它的 DSP 还有控制软件。卡里 Control Panel 那里边可以直接校准8段 EQ， 调节延迟，组建 9.1.6 的全景声大系统，并且切换到 2.0 这种小系统。看起来和其他的校准监听也差不多，但是很多主流的监听大厂是选择跟第三方的 Sonarworks 进行合作来校准，而卡里是选择原创，那这一点是很令人敬佩的。不过这儿也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卡里的校准流程目前并不包含测量，官方建议要搭配第三方的 REW 软件和 Earthworks M23R 这个话筒来测量。那这套系统其实也是我们评测室目前的测量设备啊，我们也比较熟悉测量完了之后呢，那 REW 可以生成一个反调曲线，然后就可以导入到卡里 Control Panel 了。那虽然比其他家麻烦一点，但其实你的录音棚是不会经常变动的，你调一次就能管2-3年。那另外 SM5 的顶部和底部也已经配备了上架孔，方便大家进行上墙啊或者吊顶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 SM5 现在可能还有点不太成熟。那首先它的软件版本还是 0.9.24， 估计要到明年才能升级到 1.0。 我希望它的界面可以改得更漂亮一点。另外呢，要让用户学习测量确实不太方便，我猜卡里后期会开发一个 USB 的测量话筒，倒是直接将话筒插到音箱的前面板就能测量了。第三个是价格，因为卡里的 LP6 是$199单支，IN5 呢是$349单支，但 SM5 直接就到了$1699了，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了，就像比亚迪突然推出100万级的仰望 U8 呀。那这个价位呢，会遇到前通家 JBL 的 708P、KH150、丹拿 Core 5， 还有真力的 8340A。那即使后期SM5 降价到1499，还面对着 Adam A8H、
S2V 还有 Focal 新款的 Solo 6。那虽然 SM5 有同轴和三分屏的优势，不过你要说服用户放弃这些传统的监听噱头啊，我觉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那大家会给 SM5 打几分呢？如果有机会评测，我们再跟大家细讲。